谁能想到，德国总理默茨的首次中国行，明明只有2天时间，居然放着北京的重头西部先冲，专程飞杭州，就为了看一群机器人表演。这步操作属实把小编看懵了，也笑惨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2月26日，杭州还飘着绵绵春雨。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滨江区宇树科技新总部前就已经聚满了人，里3层外3层，连周边写字楼的玻璃后面都爬满了围观的人影。大家都在等同一批贵客——德国总理默茨和他的顶配访华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为了迎接这帮客人，宇树科技可是做足了准备。总部大楼挂着红红灯笼，摆着双语引导牌。机器狗乖乖趴在地上站岗，穿红衣的人形机器人笔直站立，甚至还特意搭了个比武擂台，这排面比过年还热闹。下午3点，细雨霏霏中，默茨从黑色红旗轿车里走下来，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立刻上前握手迎接，一群人簇拥着走进总部大楼。这场万众期待的机器人之约终于拉开序幕。谁也没想到，平时严谨刻板、不苟言笑的德国大佬们，一见到机器人，瞬间破功，秒变好奇宝宝。一进门，2只机器人就挥着胳膊打招呼，旁边还有2只机器人更厉害，面前摆着几案红纸和毛笔，正有模有样的写福字。这波中式欢迎直接把德国嘉宾们看呆了，纷纷掏出手机拍照，估计心里在想，这机器人居然还会写中国字。沿着参观路线往里走，更精彩的还在后面。走廊里摆满了机器人应用场景，物流搬运、工业分拣，机器人从容不迫地端着工作箱，精准放到生产线上，动作流畅又利落，连围观的人再多也丝毫不乱。另一侧的产品展示区，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排列，品种丰富到让人眼花缭乱。估计德国高管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机器人。最热闹的当属主厅，近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一边是正方形的搏击池，6只戴着拳击手套的机器人蹲在地上，严阵以待，那架势像是随时要上演一场机器人拳击赛。另一边的舞台上，2排穿红色的宇树 G1 机器人列队站好。看过春晚的人都知道，这就是马年春晚上上演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集群武术表演的主角。果不其然，随着指令下达，机器人立刻开启表演模式，春晚同款5Bot 秀正式上演。耍长棍、打醉拳、空翻、大回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连贯又丝滑，连运动性能的极限都被突破了。平时见惯了德国工业精密严谨的嘉宾们，此刻眼睛都看直了。默茨也看得津津有味，一边听随行人员讲解，一边频频点头，估计心里在暗叹，原来机器人还能这么厉害。更搞笑的是，德国高管们彻底放飞自我，再也没有了平时的高冷范儿。有个嘉宾忍不住伸手推了推机器人，旁边的同伴立刻急了，连忙提醒小心点，别弄坏了，他们很贵的。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笑了，没想到严谨的德国人也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还有更绝的，一名德国高管居然牵起了机器人的手，跳起了华尔兹，机器人配合着他的节奏，一步一步跟着舞动，场面温馨又搞笑，小编隔着屏幕都觉得可爱。从进门到离开，德国嘉宾们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机器人，排队和机器人握手合影，热情的不行，活脱脱一群追星现场。可能有人会问，德国作为工业大佬，什么先进技术没见过，为什么会对杭州的机器人这么着迷？其实答案很简单，现在的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能简单扭动打滚的水平了。据最新市场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全年装机量约为16000台，中国市场贡献了超过80%的份额。也就是说，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而且装机量前5的厂商中4席都是中国企业，而宇树科技更是行业领头羊。
2025年其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2026年还计划继续引领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所以小编觉得莫茨这次专程来杭州看机器人，说白了就是来取经的。毕竟再厉害的老师傅，遇到更先进的技术也得放下身段。约莫半个小时后，莫茨一行的车队缓缓驶离宇树科技。临走前，不少嘉宾还回头张望，恋恋不舍。这场机器人之约不仅让德国大佬们见识到了中国机器人的实力，更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的进化速度。原来，曾经需要向德国学习技术的我们，现在也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榜样。大家可别以为德国总理这次访华只是来看机器人图新鲜的，其实莫茨身后跟着的是足足30位德国头部企业的高管，涵盖工业、科技、医药等多个领域，阵容豪华到被媒体形容为从未如此精心准备的出访。有人调侃，这哪里是访华，分明是德国工业的半壁江山，集体来中国找饭碗。可能有人会疑惑，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强国，为啥要这么大阵仗，带着一群高管来中国？答案很简单，德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撑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来抱大腿找合作的。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德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工业老大哥了，能源价格贵得离谱，本土工厂运营成本飙升，巴斯夫甚至直接关掉了德国本土的工厂，扭头在广东、湛江砸下100亿欧元建厂房，人工成本高得吓人。再加上工会动不动就罢工，企业生产效率大打折扣，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那些喊着去中国化、降低依赖的政客，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更头痛的是，美国那边还在不断添乱，挥舞着关税大棒，对欧盟商品磨刀霍霍。德国作为靠出口吃饭的国家，要是跟着美国瞎折腾，简直就是经济自杀。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说得很直白，与中国合作才能帮助德国应对美国的持续勒索。这也是莫茨带30位高管访华的核心目的，不是来走形式搞外交，而是来务实合作，找一条出路。要知道，93%的在华德企都明确表示要支持或扩大对华合作，大众甚至直接把中国称为第2本土市场。宝马 CEO 齐普策说得很实在，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工业技术中心之一，任何想在全球保持竞争力的企业都必须在中国建立强大的本土影响力。翻译成人话就是想绕过中国玩全球化，趁早别想了。而且中德合作早就不是当年德国技术加中国市场的模式了，现在已经升级为双向互补、价值共创。德国最擅长的硬制造需要中国的软智能来赋能，而中国的市场和产业链也需要德国的制造经验来加持，尤其是在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高端领域，双方合作的潜力不可估量。莫茨自己也很清楚，他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连发3条帖子，其中一条写道：柏林与北京相隔近7500公里，多年来我们一直很乐于跨越这段距离，维护并深化我们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十分重要。这话听着是客套，实则是精明的算计。别整那些没用的政治正确，填饱肚子，稳住经济才是硬道理。此次莫茨带团访华，最坐不住的就是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直接酸成了柠檬精，场面一度十分搞笑。美国 CNN 酸溜溜的发了个标题：德国人这是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吗？这话听着像调侃，其实话里话外全是嫉妒。小编觉得 CNN 这话还真说对了一半，毕竟这些年德国企业的操作早就说明了一切。德国工业 4.0 的门面库卡现在乖乖认美的当爸爸，曾经3一重工的死对头普斯麦斯特现在已经改姓3一。大众的股权结构里，中国资本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些哪里是脱钩，分明是深度捆绑，说是入赘都不为过。还有一些西方媒体酸溜溜的吐槽德国没骨气，向中国低头，可吐槽归吐槽，他们也没办法，毕竟中国现在的实力已经不是他们能随意轻视的了。尤其是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我们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宇树科技的出货量全球第一，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就是最硬的底气。
更扎心的是，有德国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我们，我们现在必须向中国学习技术。这话放在10年前，谁能相信？曾经用枪炮轰开我们大门，想把我们变成殖民地的德国人，现在居然要主动向我们学习技术，这反差简直太大了。其实，德国人这次访华，本质上就是一场集体朝圣，是老牌工业帝国在数字文明面前放下身段的务实选择。他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别谈感情，只谈钱和技术。嘴可以硬，但饭碗不能丢。那些整天喊着去中国化的德国政客，如今一个个被自家企业家按在地上摩擦。毕竟，在真金白银的合同面前，所有的政治正确都是冷笑话。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